来，同学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那个上礼拜放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提问，就想要知道颈椎压迫保健。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那基本上颈椎会有压迫的状况哦，有一部分当然也跟我们年纪退化有关。然后因为我们年纪退化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每两节颈椎之间会有那个椎间盘嘛。那椎间盘它的弹性会变差，所以这时候椎间盘会扁掉。然后扁掉之后，脊椎旁边的这个神经孔洞就有可能会压迫到神经。所以年龄确实会是一个状况。可是年龄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最大的因素。那最大的因素其实是在我们的姿势不良。所以其实这个要非常注意啦，因为如果今天是跟年龄有关的话，照理来讲，应该你每一节脊椎的那个椎间盘退化，它都是一样的嘛。比如说他今天都是70岁了或者是都是75岁，它应该是退化一样的程度。问题是往往是并不是这样，你可能颈椎是某几节退化的比较严重，所以造成那个椎间盘扁掉。所以其实这跟姿势还是蛮有很大的关系啦。因为你长期的姿势不良，导致某几节颈椎会退化的特别严重。所以我们其实在讲这个颈椎压迫的保健来讲的话，我们第一个最重要要注意就是姿势，因为其实现在的姿势不良的其实太普遍了所以姿势的部分就真的要靠自己去注意咯。包括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尽量不要低头，然后用电脑的时候要记得提醒自己要中间要休息，大概最多50分钟要休息一次。因为电脑用久了用你可能本来一开始坐正，用就会变成这样前倾头。那这个对于颈椎来讲是很有压迫的它的压力会增大，所以会造成颈椎的受伤。那再来就是平常要提醒自己挺胸人拉高所以我们平常其实在姿势上要注意提醒自己收腹挺胸人长高。那这个长高其实就是为了颈椎啦你可以想象是头的中心点往上长高，不是下巴长高是头的中心长高。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要靠自己不断的提醒自己。那像有时候我们不是有时候走过那个橱窗边吗？那橱窗边不是有时候会反映出人的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走过橱窗的时候，有时候看到自己的身影，就稍微提醒自己一下，挺胸人拉高，这样可以尽量避免你的颈椎一直是在错的位置。OK，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姿势的改变是非常重要。好，那再来第二个，我们讲到，如果说真的已经有这样状况的人，你已经有颈椎的压迫，那势必你会拿出来讨论，一定是因为你的神经可能有压迫症状导致你的不舒服嘛。那所以你可以去做的治疗是那个颈椎的牵引。颈椎的牵引，大家应该有在复健科看过，就是他们不是有的是坐着或躺着，有没有？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牵引的带子会绑在那边，然后把你的头往上拉。那它的目的其实最主要就是要把你那个颈椎之间的空间把它拉开来，让你的压迫减少。所以如果真的有压迫的人其实你在治疗上是需要去做这个颈椎的牵引。那颈椎牵引的话，当然要看你的状况如果说你做了之后有改善，我会建议啦，你做了之后如果有改善的话，最好还是把它当做一个保健，固定去做。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椎间盘退化，它一定是不可逆嘛。那既然不可逆的状况，我们就不如把这个当做一个保健。但是你的次数就不用那么多。譬如说，你可能过去可能是每天，你那时候为了治疗疼痛、酸痛的时候，你是每天或者是隔天去复健科报到一次。那你如果已经牵引到一段时间，已经改善问题了已经没有那个酸痛的问题，那你这个保健就可以把它拉长一点。譬如说，你就可以1个礼拜只去2次，或者1个礼拜只去1次，这样就只是为了要把那个空间把它维持住，这样就好所以颈椎牵引的部分还是可以去做。那依照状况可以把那个次数减少。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运动的部分可以注重什么？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长期的姿势不良其实导致我们的这个肌肉其实它可能并不是很平衡，因为它背力一直摆在错的位置，那它肌肉力量用力已经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颈椎的力量把它巩固起来，所以我们就要做几个力量的锻炼那同学就可以一起跟着练习。好，第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我们先收腹挺胸的拉高，
然后下巴先轻轻的点一下收回来。记得做这动作的时候不能下巴抬着做，下巴先收回来之后，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很像那个人家在舞蹈表演的时候，不是会有这种有没有头出去回来这种动作？好，我们类似这个动作，但是我们不用出去，我们只要缩回来，把下巴往后收，然后放松，往后收，放松，反复。那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为了要锻炼这个，就是在我们的颈椎啊，在这个地方后脑这个凹下去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颈椎第1、2节的位置。那这个地方的肌肉很容易，因为我们今天是驼背前倾头的时候，会造成这个肌肉会过度的紧缩。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伸展，也是顺便锻炼你的肌肉力量。就是这样往后放掉，往后放掉，反复。那这个动作你可以反复做个几10次都没关系。记得就是要人拉高坐正去做，反复反复。那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来锻炼我们颈椎周边的这些肌肉，把它练强壮。一样，先收腹挺胸，人拉高，下巴轻轻点一下，收回来之后，来我们把我们的手抱在头的右侧之后，头推手，手推头，持续15秒到30秒。好，但是来，我现在就看到有同学头有点歪掉了，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呢做这个动作要照镜子做。因为没有照镜子的话，有时候你可能是这样子在推，自己不知道，因为你可能头颈的肌肉已经灌在那个不平衡的位置，可是你自己不晓得。所以记得我们做的时候是尽量照镜子，然后你看着自己人要正，然后去推，头推手，手推头，持续15到30秒，一直持续用力哦。然后你就会发现这边右侧的肌肉在用力。好，然后做完之后换边，来左边推，好，一样保持人坐正挺直哦，用力推。持续15到30秒，好，然后放松掉，来后面往后放在后脑的地方，手推头，头推手，持续15到30秒。那这个动作其实顺便练颈部的力量，也顺便练我们手臂的力量。现在是后颈的地方在用力，你会觉得后背、手臂有在出力。放掉，来换放在额头的位置。下巴收回来，头推手，手推头，15到30秒，反复。记得一定要在镜子前面，因为你要把你的头颈摆在对的位置锻炼，这样肌肉练出来的力量才会是对的。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反复个3到5回。那如果你有时间再多做一点，当然是更好。所以这是在巩固我们的颈椎周边的肌肉强度，让它变得更强壮一点。好，再来第3个动作，我们要练背肌。那为什么要练背肌？因为现在人其实姿势不良太多了，我们其实可能都会有点驼背啊，或者是前倾头的姿势，所以我们把背肌练强壮一点，让我们可以比较挺背。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背肌不够强，你可能没有办法维持这个挺背姿势很久，所以我们要练背肌。然后背肌的练习是这样，来上半身往前大概15到30度就好，不用太多。不能这样直直的做，直直的做没有用。手放在前方，手打开收合，打开收合，反复。开的时候要感觉后背有夹背，去感觉你的背肌。然后背不要有动作，我们的背是一直保持挺直的。如果你会这样子，有没有胸口一下收一下挺就不对，我们的背是一直维持挺直，拉开收合，这在锻炼我们的后背、肩胛后缩肌群的力量。那如果你觉得背酸了，或者手臂很酸了，就自动休息一下。那如果是腰酸的话，也是休息一下。腰酸可能表示你的核心耐力到了，那你就休息，直背起来休息一下，再反复做3到5组。那有些同学体能比较好的，你可能会觉得这样运动强度有点弱啊，我好像要做很多次才会觉得酸哦。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自己把家里头的那个喝水的水瓶拿起来，当做一个小哑铃，拉开收合。这样就会增加你的运动强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易，居家就可以练习的背肌锻炼。这3个动作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把它锻炼一下，让你的背更挺直一点，然后人可以保持是直立的，颈椎的位置是对的。
这样就可以减少你颈椎压迫继续在退化。